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地狱，我是 Nico 啊。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在2025年，你们可以期待什么？你们又会实现什么？那在我们面前呢有三组牌，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组牌、第二组牌、第三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那么在选牌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在弹幕上打出领取好运来领取你们的专属好运。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组牌。第一组牌，首先我们抽到的第一张牌是 Life's Purpose North Node。北焦点的话呢，2025年，我觉得2025年对你们人生的意义相当于是一个锚点，就是2025年你们会重新确立自己人生的使命、方向和意义。这代表的是2025年你们可能会对过去的人生方向有一个修正，就可能你们之前走了一些弯路吧。这也意味的是2025年你们会摆脱过往的那种生命的牢笼，从拥有一个真正的目标开始。但这个目标并不意味的是在某个成功学大师演讲里提到的，或者说在某个励志的故事里被启发的，它更像是一种发自心底的想要善待自己的愿望。而这种愿望其实在过去一直都是缺位的，它其实不是那种让自己吃得好一点、穿得好一点、多给自己买一些礼物的那种善待，更像是从整个精神世界里确立一种对自己的重新评价和未来的预期吧。就像是一个人突然意识到自己在一种浑浑噩噩的生活里待了很久了，已经很久没有好好照顾自己的感觉，然后在某种情绪的困境里重复着，也可能是在某种反复受伤的关系里让自己一直委屈的，然后你们就不想再将就了，想要过一种不同的生活，想要让自己好一点啊。这种信念在愈发平静的过程里变得越来越坚决。所以说你们可能在蜕变之前处在一种混沌和失序当中，这恰恰证明了你们的人生会在某个节点突然的觉醒。所以第二张牌是 Balance 这也是你们2025年的一个主题吧，就是重新回归到一种平衡当中，一种生命的平衡。它伴随着一种业力清理的过程这种业力的清理包括你们可能会彻底的结束某种关系，离开某个地方，偿还自身的债务。这也意味着是你们的生命会重新回归到一种自在的平衡当中你们和这个世界，你们和任何人都处在一种平衡的关系当中。我觉得这种生命的平衡会给你们带来一种内心的平静，这也是能够帮助你们重新找回生命当中的这种方向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就是你们要先获得内心的平静，感受到生命的平衡之后，你们才能够看清楚接下来要怎么做，人生要怎么走。第三张牌是 Venus Love 它带来的是一个有关爱的课题，就是25年你们可能会重新拥有一颗充满自由的、喜悦的、充满爱的心。而这个爱的课题其实是从你们自己延伸到这个世界当中的，就是25年你们会学会如何真正的爱自己，如何善待自己，然后通过你们和自己关系的投射，你们会找到和这个世界和其他人相处的一种方式所以说这种爱由你们自身而发起，你们也会得到这个世界投射给你们的同等的爱。所以这也暗含着你们在2025年可能通过学习爱的课题，能够学会如何爱自己，并且能够找到自己的人生伴侣。你们会借由这种充沛的感情重新找到那种前进的力量尤其是那些曾经在24年经历过一些低谷的人，2025年你们会重整旗鼓，开启新的人生。那第四张牌是 First House Body 我觉得25年你们会重新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吧，或者说有人在24年存在的一些身体疾病25年会得到痊愈，彻底的治愈，某种慢性疾病也能够得到良好的控制。因为你们对这个世界所有的感知，幸福的基础其实都是拥有一副健康的身体，所以25年你们会把自己的身体健康排在最重要的位置上面会养成一些规律运动的习惯，健康饮食，也会放弃一些不必要的工作那么结合这个 Venus 的话，我觉得金星它带来的是爱和美所以说你们会通过拥有一副更健康的身体有人会在25年成功的减肥，或者说重塑你们的形体，你们的状态会得到极大的改善整个人变得更健康，更有活力。那么这张 Saturn 土星带来的是这种 truth 它代表的是一种事情的真相吧，事情的真相会重新浮出水面，或者说之前有一些事情可能一直都在纠缠，但是25年会水落石出事情会尘埃落定
会结束一些过去的纠纷，然后重新上路，会得到一些尘封的秘密的真相，然后让你们会释怀，放下执念。那么这张 I think 双子座它带来的是一种风向能量，就是说你们可能会对自己的人生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思考这个思考不是说自己要变得更好，赚更多的钱，这种思考其实是你们开始意识到你们需要选择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而不是继续去随波逐流，继续人云亦云，过着某种被裹挟的麻木的行尸走肉般的生活。双子座呢，他的这种思考就是你们会停下手中在做的事情，真正的开始思考自己的梦想，真正的梦想，你们的热爱，你们要活出怎样的人生，这些大的命题虽然很宏观，但是我觉得它能够帮助你们重新确立人生的方向。双子座的话，就是你们会找到一个对标2025年的话，你们可能会从另外的一个人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甚至看到自己的命运，会树立一个榜样，就这个人就像一个灯塔一样，他会指引着你们前进，你们会找到这样的一个人。那么这张圣杯3呢，其实圣杯3我觉得就是25年你们和这个世界包括人际关系会变得更加的和谐吧，你们的人脉人际圈有一个扩张的过程。而星币8呢，我觉得它是25年的一种非常专注的全身心投入的状态，就是你们会找到自己热爱的事情并投身于其中，唯有热爱才能够抵得过那些漫长的岁月所以25年同时你们的这种专注将会给你们带来事业突飞猛进的这种改变更重要的是你们会在自己确认的方向上面狂奔，所以25年将是你们事业上的转折点和变盘点。那么宝剑3呢，其实就是你们在坚持的事情在经历了一波三折的考验之后会迎来曙光，或者说迎来一个明确的结果，和这张星币8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就是这张牌是在给你们一种心理建设，接纳不完美承认事情的发展总是一波三折的，你们可以先设想事物的发展总是缓慢而曲折的，心理建设和预期到位之后，整个人自然会变得松弛起来。你们要相信你们自己是人生的导演，你们能够掌控整个故事的走向，只不过现在情节有一些曲折，但是你们总能够披荆斩棘，穿过黑暗的。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二组牌首先我们抽到的这张天蝎座 Transformation 这个天蝎座的话呢，2025年你们会迎接到你们人生迄今为止最大的一次改变，而且这种改变并不是被动发生的就是你们在2025年会突然的意识到你们可以改变自己的生活，改变自己的行动，改变自己的命运，它是你们主观意识层面发生了某种变化，它意味着是你们内心当中有一次深层次的信念驱动着你们做出改变。一旦你们意识到生活是可以改变的，你们就再也不会和从前一样，只要每天做一件不一样的事情，你们的命运就会开始发生改变。这种改变有一点像是那种蝴蝶效应就是源自于你们内心当中某种微小的念头，这种念头会随着时间的积累开始汇聚，变得愈发的强烈。所以说25年一定是伴随着某种念头你们会做出行动和改变的。那第二张牌是 12 House Escape 12宫带来的是逃离。我觉得这种逃离它是逃离某种既定的命运，逃离某种枷锁束缚，象征的是一种解脱和自由所以说可以预见到的是2025年你们会从某种围墙当中走出来，你们的人生像一场战争，不断的内耗，但是会在某个时刻突然的觉醒，彻底的否定甚至杀死过去的自己，内心开始变得冷酷，决心逃离某个地方眼神从空洞渐渐变得坚毅，犹如破茧成蝶此后的人生会开始逆袭，散发着宝藏一般的光芒。所以我觉得你们人生的这种重大的改变源自于你们决心逃离某个地方，或者说逃离某种心魔吧。第三张牌呢是 Pisces I Believe。2025年伴随着某种坚定的信念这种信念是一种相信，而相信就是力量。重复的相信会不断的修正行为，行为会再次强化信念。人就是信念的集合，碰上新的问题选择回避还是面对，碰上挑战选择迎难而上还是是都不是。看起来是观念，其实是以往行为的集合。所以说我觉得结合这三张牌呢
25年你们会主动的去掌控自己的命运，选择一条你们所相信的道路，从而能够找到自己人生的支点。所以说，首先2025年对你们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们的事业会确定一个具体的方向，或者说确定一个具体的发力点。这很有可能也意味着是2025年你们会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职业或者说事业的发展方向。你们很可能会发现自己某种隐藏的技能啊，有点像是那种命中注定的感觉。命中注定在某个细分的行业和领域会爆发出耀眼的天赋和光芒。那第4张牌呢是 Moon Soul 它是一种灵魂层面的觉醒吧，就是灵性感知层面的事情，你们的灵魂在25年会变得比以往更加的敏锐，有超强的洞察力，能够洞察到事情的真相啊。这种灵魂的觉醒可能伴随着一种深层次的疗愈。在你们经历了一些创伤性的事件之后啊，25年你们会重新的把自己灵魂拼接起来，变成一个完整的人。同时它也带着某种伤疤继续往前走啊，就是你们会发现不知不觉就充满了力量。而这种灵性层面的东西可能还伴随着你们内心当中的某种想法和念头啊，在冥冥之中指引着你们往前走。它会让你们莫名其妙的去做一些事情，或者说遇到一些人，从而人生发生了某种改变，自此一鸣惊人。那 Jupiter Return Benefits 木星回归，它其实带来的是一种运势的加成，就是2025年你们会有一种时来天地皆同力的感觉，就无论你们做的事情遇到的人都是来帮助你们的，都会给你们带来意想不到的好运。这意味着是2025年可能会出乎意料的顺利，因为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在帮助你们，这也暗示着你们走出了那个最黑暗的阶段，事情开始有好转和变化，并且朝着对你们有利的方向发展。那么这张 Your 的 Destiny 命运的这样的一个命运的一种必然性吧。我觉得就是你们的命运会在25年被改写，可能是因为一件很小的事情，一件你们没有意识到的事情，冥冥之中改变了你们的命运。这也意味着是你们的命运会在2025年重新洗牌，你们会重新抽牌。所以我认为这张牌出现在这组牌里边，代表的是你们的命运可能会发生某种极致的反转，你们的命运会被改写，有一种否极泰来物极必反的感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要做什么？我觉得你们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你们一定要做自己所认可的事情，你们要做的事情一定要符合你们内在的某种价值观。其实本质上就是遵循你们内心当中的想法和感受，不要受到外部因素或者说外部环境观念的裹挟。权杖骑士呢，我觉得2025年你们是有很强的活力的，就是想到什么就去做，而且不要太多的去顾虑一件事情它的可行性是什么，就是你们要做的这个事情一定是你们发自内心想做的。火象能量有一种敢爱敢恨的特质在里面，就是你们要做的这个事情无论最后能不能成，但是你们只要做了这件事情，你们就一定不会后悔啊。同时在感情上也是如此啊，要勇敢的去追求，勇敢的去表达自己，无论有没有成功，其实你们最后回看自己的人生经历，你们都不会后悔啊，都会感谢当时的那个自己。那么这张女皇呢，我觉得25年你们会成为某种资源的核心和枢纽啊，就是所有的人脉、渠道、资源、信息都从你们这里流动，你们会成为一个资源的分配者、调度者和掌控者，有一点像是那种从事某种中介，就是你们会架起某个事情、某个项目的桥梁，然后你们会负责整合人脉和资源。当然，女皇她也有一种八面玲珑的感觉啊，就是你们会极大的扩展自己和这个世界的这种连接。当然，恶魔牌也代表的是你们在25年要敢想，敢于去想，你们的野心、想法和愿望在2025年，如果你们敢想，并且敢于行动，就会实现啊。其实你们的这种人生的上限和天花板，并不是取决于你们的能力，而是取决于你们的欲望。你们的欲望，它会驱动着你们不断的朝这个方向努力，每天都进步一点，反而能够，比那些能力很强的人更快的实现自身的理想。而在这样的一个趋势之下，我觉得25年你们可能在行动当中反而会创造大量的财富啊，为你们人生打下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啊。所以2025年从这组牌来看呢，它是高歌猛进的一年，因为你们会发现你们在做的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是事情的发展对你们来说是有利的，所以这个时候一定不要瞻前顾后啊，甚至你们2025年要独断专行一点，你们越坚定越是相信自己，事情的发展反而会越顺利。
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三组牌。第三组牌我们抽到第一张牌是 Sagittarius 射手座，那我觉得这组牌有很强的火象能量啊，就说明你们2025年会重新拾取对生命本身的热爱和追求。我觉得更像是你们在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啊，看穿了生命荒诞的本质啊，你们不再执着于某个更高的山顶、更好的生活，你们要做的是在有限的生命里尽可能的获得更多的生命体验，去体验更多，而不是体验更好。以一种澎湃的激情投身于生命本身，而不是追求某种特定的结果。所以我觉得2025年你们会更加按照自己内心当中的感受，或者说激情去生活，去做你们自己感到开心的、快乐的、能感受到激情与活力的事情。那第二张牌是巨蟹座，它带来的是一种感知力、感受的，一种能够把重心更多的放在体验和感受上面啊，因为感受本身是轻盈的，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感受，去做出行动和改变。我觉得2025年可能最重要的转变是你们不会去否认自己，不会再去否认自己的感受了，会尊重自己的感受，按照自己的感受去成长。而这种感知能力的提升，其实也会给你们带来一些创造力，尤其是在内容创作的这个层面上，因为你们对这个世界有着非常丰富的感知和体验，你们可能会把它转化成一种文字，或者说转化成为某种作品，给你们带来更丰富的生命力。你们会通过创造出来的作品和这个世界产生连接。我觉得这种感受和体验其实都是首先从不约束自己开始的，想做什么就多去体验，不问对错，也不批判自己应不应该做，只看到收获和成长的一面，看到自己做的每一件事情的价值。这个时候你们就会慢慢的拿回人生的主导权。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就会主动的去释放自己的活力啊，去遵从自己的感受，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那我们抽到的这张 Eleven House 啊，11宫啊，就代表的是你们在2025年你们的这个朋友圈会有一个明显的扩张的过程啊，你们和这个世界的关系会产生一种微妙的变化，你们周围的朋友会越来越多。那我们抽到的这张冥王星 Transformation 啊，这就意味的是你们在2025年会经历一种转变、转换，这种价值观可能都会发生改变，有一点离经叛道的感觉吧。就是你们可能做的事情会和主流的价值观背道而驰，但是你们做的这个事情是遵从你们内心当中的感受去做的，去成为真正的自己啊，有一点像是会经历一种灵魂上的觉醒，因为你们明白生命的过程就是做自己、成为自己的过程啊，它是一种觉醒后的状态啊，就是知道自己每分每秒在做什么，做什么事情都是发自内心的去做，不会产生任何的负担，可以静下心来去做任何事情。在不断的学习之后，会对自我产生新的理解，然后以自身去反观世界。所以 Mars Force 就是一旦你们开始按照自己内心的想法和感受去主导你们的生命的时候，我觉得你们的人生在25年会发生一个迅速的进化和蜕变，你们会进入到一种全新的领域里，你们的梦想会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被加速啊！这个 force 我觉得就是有一种冥冥之中的力量在推着你们。25年的话会发生一些很重要的事情，里程碑式的事情，会给你们的命运带来转变，有一种时来天地接同力的感觉。那我们抽到的这张 Air Element Communicating 啊，就25年你们从事的工作更多的会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它会有大量的沟通、表达、交流、信息的这种转换啊、传输。所以我觉得25年的这种改变人生命运的大机会，可能也是因为你们朋友圈的这样的一个扩张，让信息开始流动起来。刚好这个信息传播到你们这里的时候，因为你们自身的某种优势，可以把这种资源或者说信息利用起来、整合起来，从而改变你们的命运，事业和财富都会有一个爆发式的增长啊。那么这个圣杯八呢，我觉得25年还会有一个彻底的告别吧。这种告别，它是主动的去完成一种切割和分离啊。大部分人可能都会任由自己固步自封尤其是会沉浸在过去的某种辉煌之中直到自己
自身的运势被耗尽啊，被迫离开。但是我觉得你们总是在不断的吸收，主动的吸收新的东西，选择新的道路，更新自己，让自己始终可以产生新的变化和样貌。所以说你们的人生就是在不断的进化、不断的变化的，每隔3年就会产生新的气象和面貌。所以说这个保健期呢，就是2025年，你们可能会偷偷的、悄悄的去做一件事情，秘而不宣啊。就是你们越是低调，似乎这件事情就越顺利。你们暗中推动的这件事情，25年会给你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改变。那宝剑6的话呢，我觉得就是你们在2025年的人生会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我觉得它有点像是那种翻山越岭之后会看到人生的新的风景的感觉啊。就是你们2025年会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人生主线，就是你们在人生主线当中，在经历了一些波折之后，你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了想要的结果，看到了人生的新的风景。那么这张正义牌呢？正义牌其实是，我觉得它是有一种，以非常正式的方式和某个人、某个组织、某个机构签订了某种契约，这种契约会让你们确认人生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周期当中。可能有的人会结婚，有的人会上岸，有的人会进入到体制当中。所以25年你们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恩赐和馈赠啊，但是要经历一些坎坷和阻力，一些反复体验的环节啊，类似于成大事者必先苦其心志。尤其是在这组牌里边呢，我看到了一种很强的力量在推着你们往前走，可能是你们之前一直在犹豫的、纠结的、反复徘徊的事情有了眉目和转机。你们内心当中的勇气帮助你们克服了某种巨大的困难，你们会将这种勇气转化为巨大的力量，会开始做出行动和改变，你们的命运之轮就由此开始转动，很可能会下定决心去做一件事情，做一个决定，做一个选择。而人生在经历了某个阶段的低谷之后呢，会重新扬帆起航啊。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周期，旧的周期的结束和新的周期的开始。应该是在2025年的中旬前后吧，就是2025年的6、7、8这3个月份，它将会成为你们人生的非常关键的转折点和蜕变点。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